朋友们，大家好。像我们使用的这种充电式的锂电蛋，当我们长时间使用它干活的时候啊，用一段时间这个电池就没有电了。我们如果把它拿去充电的情况下，就不能干活使用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如果再买一块好一点的电池的情况下，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呢，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电钻给它改装一下，改装成是两用的，无论是用电池供电或者是外置电源供电，都可以让我们接着再用。首先咱们看一下，我这儿有3个电源。先看这个小的，这是一个12伏5安的，不建议使用这种小个的，最好呢就使用这2种都可以。这种呢是大功率开关电源，或者是从旧电脑上面拆一个电源。我这呢就是从一个旧电脑上面拆下来的，因为这个电脑就10几年前的，电脑已经坏了，所以说这个电源啊我一直在保留着。咱们先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呢，有好几组，它有一组啊输出的电压是12伏14安，咱们就用这个给它改装一下。首先呢，咱们先把电池拔掉，然后呢看一下电池上面这3个铁片，中间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它，然后主要就是看一下这2个，这个加号这儿就是正极，然后减号这儿就是负极，它相对应的这个里面呢也有2个铁片，先看一下这儿一个，这个呢就说明这儿是正极，然后它对应的负极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可以改装的时候可以找个这样的插簧连接根线，然后在正极这儿插上一条线，然后在负极这儿插上一条线，就可以作为这个供电的电源来使用。但是啊，这个往上面插不好插，还容易掉。现在啊，咱们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呢把它拆开，在里面给它改装一下。拆开以后啊，咱们在它的内部加一个电源 DC 的插头。我想把这个呢安装在这个位置。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内部空间够不够。装上电池以后，咱们把这个放到里面，完全没问题啊，可以放得下。好，现在把电池拆下来，然后把这个开关总成也给它拆下来。接下来呢，就需要在这儿给它先开个槽，然后呢把这个插座给它放进去。试一下合适不合适，还行是吧？正好。然后啊，找到电池的正负极，正负极相连接的分别是这2个点，先在负极上面焊一条黑色的线，然后在这个红色的上面焊这条线，这条红色的就是正极，然后呢就把这些配件再给它装上。接下来呢，就把这2条线分别接在 DC 插座的正负极上面，最后边的中间这个是它的正极，我们先接这个正极，然后呢接下边一个负极，这负极呢，其余这2个其实都是负极，随便接上都行。然后呢，把这些线往里面给它塞一下。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插头在里面还是比较牢固的，如果不牢固的情况下，就给它打点热熔胶给它固定一下。就这样基本就改好了。使用外置电源的时候呢，在这儿插个插头就可以了。然后锂电呢也可以接着再用。咱们看啊，它们是互不干扰的，看是吧？然后呢，咱们把这外壳给它装起来。咱们把这个电源拿出来，找到上面的黑色和黄色的这2条线，黑色的是它的电源负极，然后黄色的是它的12伏输出的正极。然后啊，接下来就是还需要一条就这样的插头，这个呢把它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把它连接起来。连接好以后，用胶带缠一下，做个绝缘。然后接完正极，再接另外这个负极。然后呢，把这个电源插头给它插在电钻上面。插好以后啊，在这个最大的插头上面找到这条绿色的线，然后呢任意和一条黑色的线给它连接起来，看一下风扇就启动了是吧？这个时候呢就有电了，咱们看一下，听着这转的非常有劲是吧？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当它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去给它充电，然后呢就可以用这个外置电源给它工作来使用。当它充完电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就把它
再拔下来，然后把这个电池呢再装上，就可以两用了。好了，视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Hello，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用手机来调用高速路口上面的监控摄像头。这样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就可以实时的来观看高速路上面的车辆拥堵情况。一般的出门的时候呢，一些朋友经常使用的都是这个导航软件，是吧？打开软件之后呢，但是呢，它这个拥堵情况一般是不能实时观看的，它最多呢也就提示哪一节道路比较拥堵，哪一节呢比较畅通，但是呢是根本看不到路面上面的一些信息的。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特别简单的方法，只需要呢在手机上就可以观看摄像头。首先呢，我们打开这个微信，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啊。打开之后呢，我们在这儿点击这个搜索放大镜这儿，点开以后，在这儿呢，像河南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河南高速，点开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左下角这儿有个高速路况，点开，然后呢这儿也分为两项，上面这项呢是路况信息，我们可以先点开它，来看一下哪一节道路正在施工是不能通行的，比如就这些啊，正在施工不能通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避免这节道路，然后呢我们再点这个高速路况。咱们点开这个下面这个云视频，打开之后呢，我们看一下，上面显示的这些密密麻麻的，这些呢都是高速路上面的监控摄像头。然后在这个画面左下角，这儿分种类还有好几种啊，这儿有全部、路况、道路、服务区、收费站、隧道、桥梁。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来调用上面的监控摄像头来观看的。我们现在呢就先随便打开一个摄像头来看一下。打开摄像头的速度呢是根据网速来决定的。好，打开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高速上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是吧？然后呢这个画面也可以来全屏来播放。好，上面的日期呢就是现在的实时日期是2月8号17点30分，看一下这车辆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些监控摄像头。这些呢我们都是可以来点开它的。我们再换另外一个，看一下这个平顶山市的这一节道路呢，现在目前情况车辆是比较少的，看一下几分钟过来一辆车，是吧？车辆比较少。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来选择像服务区啦、收费站啦，我们点个收费站，可以来看一下这高速路口，看一下这个路况信息。我们随便来点一个义城区G4京港澳高速口，这儿呢车辆是比较少的。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来看一下，这个呢这是平桥区的京港澳高速口，这儿呢高速口看着车辆并不多，然后这边呢车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服务区。服务区相对来说这些都是服务区的监控摄像头。然后就是这个隧道，来看一下隧道的摄像头比较少一点，然后还有桥梁好像就更少一点。最主要我们观看的就是这个道路上面的摄像头，是吧？道路上面的是最多的，看一下非常的多，是吧？给我们出行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大家呢是哪个省份的，可以搜索各自省份的公众号，然后就可以这样在手机上来观看高速上面的情况了。要是不小心拧断到锁芯里面了，不要着急，不要慌。其实我们只需要用支笔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锁，也不管是什么样的钥匙，它断的有多深，我们都可以轻松的把它给取出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你来看，就是一个普通的笔。我们把这个笔给它取钥匙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先用个打火机，我们把这个笔给它先烤一下，给它先加热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取出来。你来看，先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给它先烤燃烧了以后，你来看，先让它燃烧了以后，然后让它先充分的燃烧。你来看，燃烧一会儿，等会儿我们把它塞到这个锁芯上面，充分燃烧以后，就这样塞上去以后，然后让它慢慢的冷却。这个时候呢手不要抖，就这样先让它完全冷却了以后，然后呢
这个笔就会粘到这个断掉的钥匙上面，然后呢，经过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拔出来。我们先耐心的等待一下，让它完全冷却。你看，现在完全凉了。这个时候我们拔笔的时候一定要迅速。你们看，仔细瞅啊，这样一拔就出来了。你看是不是非常好用？这个方法是不是立马呢就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拔出来了？而且呢，你看这个笔粘这个钥匙粘的也非常的牢固，是吧？用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啊，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今天修台空调，它这个问题啊，就是一点不制冷，吹出来这个风啊，就跟自然风是一样的。现在已经开了几分钟了，还是这个样子啊。现在要去外机来检查一下，看是什么问题。外机在这个平房上面，然后上去检查一下。平房这活儿还是很容易上去的，好干。我们看一下外机，它是工作的，风扇是转的，然后也能听到压缩机已经运行了。然而它这个问题就是不制冷。首先先摸一下这两个管子，看一下高压管没有凉的感觉，然后低压管这个粗管是低压管，摸着也一点不凉。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低压管这儿全是油，周围这个油呢，一般的出现这情况都是漏氟了。制冷剂漏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出现这些油，因为这个制冷剂呢在压缩机里面混合到一块儿，跑出来之后就是这些油。它的问题呢就是明显的缺氟了，就是氟缺的还是比较严重，应该氟都跑完了，所以它是出现不制冷。问题就是低压这儿漏，应该是我们先加点氟，然后检查一下，看一下是不是这儿漏。在这个加氟管这儿，我接了个压力表，我们看一下这个压力啊，现在是多少？看这个压力呢是一点没有，是吧？这氟是整个都漏完了。先加点制冷剂，然后再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漏氟。先排掉空气，把空气排掉。然后打开房门。现在看一下这个细管、高压管，瞬间就凉了。然后呢，我们检测一下，用洗洁精就行，点点洗洁精，看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气泡出来。如果有气泡出来，就证明低压管这儿漏氟、漏制冷剂。低压管是漏的，我们看一下，这有气泡出来，有气泡呢，就是证明是它漏了。我们需要给它拧紧一下，把漏给解决掉。然后再上点看一下还漏不漏，还是有点漏。这是一台变频空调，用的制冷剂是 410A， 加了8个压力。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流，现在是 6.45， 然后摸一下这个低压管已经凉了，高压管更凉，现在就已经加好了 OK 了。现在这个凉风已经出来了，没问题了。今天才知道原来在充电器上面接上一个小灯珠，居然功能这么厉害。一定要记住啊，只需要接一条线就行了。另外这边呢不用接线，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做什么呢？非常的强大，在生活当中你来看，我们首先把这个插头给它插在插排上面，先给大家来演示测试一下。你来看，当把这个线头给它碰上去以后，这个指示灯它是亮的。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平时啊，你看家里的家电不通电了，或者是开关有没有问题，电线有没有问题呢？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检测这个线有没有断。你来看，这样接上去以后，这个小灯珠只要亮，就说明啊这条线它是通的。然后我们再来测量另外一条，也是通的，只要亮就通。如果不亮，就说明这个线断掉了，我们换条线就行。像平时家里的电器不通电了，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开关坏了，我们用它呢也可以来检测开关的好坏。先把开关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呢来测量这两个角。你看这个灯只要亮，就说明这个开关它不坏；如果不亮，就说明啊这个开关坏掉了。我们用它其实还可以啊修一些家里坏掉的电水壶，包括一些其他的电器。首先我们先来测量它这个开关好坏。其实不管电水壶什么地方坏了，都可以用它来检测。
先把开关打开以后，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2条线就是接开关的线，我们把它接在这2条线上面，看一下灯珠，你看，只要亮就说明这个开关它也是个好的，如果不亮就是坏的。而且呢，像耦合器坏了以后呢，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你来看，这样来检测，只要这个灯珠亮，你看亮就说明耦合器上这条线是没问题的。再来测另外一条线，耦合器上这2条线只要有一条不通，电水壶就不通电，它就不能用。你看这个也是亮的，亮啊就说明耦合器是没毛病的。还有一些电水壶呢，就是通电上面的指示灯亮，但是呢就是不加热，像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加热管坏了。那么我们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判断加热管的好坏。其实这个方法比王表还要好用。你来看，把它接到阀管上面，如果这个指示灯不亮，只要不亮就说明阀管坏了，如果灯亮就说明阀管没有问题。怎么样呢？这个方法非常实用，是不是？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技能，我们家里的大米袋或者是面袋上面这个封口，我们怎么能把它快速的拆开呢？其实呢，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啊，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把这个线给它拆开。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吗？直接用个剪刀把这个线都给它挑开就完了，是吧？但是呢，这样都挑开以后呢，上面这个线呢都坏了，没有办法2次利用了。而且呢，这样挑的情况下，拆的线的速度啊也非常的慢。或者有些朋友可能会说，直接用个剪刀把这个带子给它剪开也就行了。但是呢，这样剪开的速度也非常慢，而且呢，这个带子啊也就坏了，不能2次再利用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啊，只需要1秒钟就能把这个袋儿给它拆开，非常的简单啊。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编织袋上面这个封口上面这个线啊，它一面呢，我们看啊，这边一面是单线，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面它是双线。我们拆的时候呢，要找到单面的单线的这一面，然后呢，从右往左拆，是吧？这2头呢拆法不一样啊。从这边是没有办法拆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拆。我们首先找到这边，然后呢，不要这样拉，这样拉是拉不开的。我们拆开一个块啊，就是一节，拆开这个，抽出来以后。我们看啊，现在呢，我们直接呢转这个就可以开了。我们看啊，看，现在就开了，看是吧？像这种拆线是有口诀的，就是这个单线朝我，从右往左，这是它的口诀。只要知道口诀以后呢，拆的时候就非常的简单了。好，我们现在开始了，看到没有？这样轻轻的一拉，看到没有？一拉就拆开了，是吧？非常的容易，是不是？看到没有？然后这个线它也不会断。这个袋子呢，它也不会坏，都可以再2次利用，是不是非常简单？是不是？这个袋儿我们呢就把它拆开了，看一下，像里面的米呀什么的都可以用了，是不是？我们把它拆的时候，拆开以后，我们再看啊，这个线呢，我们看一下，拆开以后看，是不是就这样轻轻一拉就开了？这个方法呢，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大家如果还有好用的方法，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谈一下。家里有这种废旧的电视盒或者是闲置的电视盒，千万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了。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个非常值钱的东西，就连收废品的人啊都不知道。你如果把它当废品卖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啊到底有多好用。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后边这3条螺丝我们给它拆开，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实用。我们看。就这样，我们把它给拆开了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是有3个电路板，这2个电路板呢，我们都不需要它，我们最主要呢就用这个电路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贝。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板上这3条螺丝，我们再给它拆下来。这个功能呢，就连收废品的人他都不知道，非常有用。我们看，这样把它拆下来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插头给它拔掉，拔下来以后，其他的东西啊我们都不要了，我们只用这个东西。仔细来看一下，你看这个输出这边有好几条线，这个线这边呢，你看还有一个标注啊，你看上面的输出电压有一个20伏，有个14伏，还有个5伏。5伏比较常见是吗？我们不需要用它。然后呢，20伏我们也不用它，我们就用这个14伏。这14伏啊，在生活当中这个电压非常的少，想买个这样的14伏输出电压的这个板啊，根本都不好买。
所以我们用它这个功能啊最强大了。我们可以啊给它接2条线，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把这条线从这儿给它剪掉，然后呢把这2条线给它接起来。如果有电烙铁的朋友呢，也可以啊在这后面给它焊2条线，效果会更好。你看我在上面焊了2条线，然后呢还给它接了2个夹子，用它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啊来看，先把上面的开关我们给它打开，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在插排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插上去以后呢，接下来我们用它呢可以啊，你像家里的电瓶，你看这电瓶都是12伏的，当它没电了以后呢，很多人啊也没有电瓶充电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给电瓶来充电就行了。14伏的电压给12伏的电瓶充电完全合适，是正合适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很多新手朋友们在使用电烙铁焊接电线或者是焊接一些电子元件的时候，很不容易把它焊上去。就算把它焊上去了以后呢，也是非常的不牢固，很容易就脱落了。今天视频呢，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使用电烙铁的一些经验，包括一些使用技巧。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常用的电烙铁呢，一般啊就分为2种，一种呢就是这种外热式的，还有一种啊就是这种内热式的。我喜欢这种内热式的，因为这种内热式的电烙铁呢，它的个头小巧，操作方便。像这种外热式的，看着这个头比较大一点，比较笨一点，看着，特别是在操作的时候啊，你看一下这个手柄呢，这种外热式的，看一下是吧？因为这个手抓的这部分呢，离烙铁头距离比较远，焊一些大元件还是可以的。如果焊一些小元件的情况下，就很不容易操作，是吧？因为距离太远。不像这个内热式的，距离短是吧？操作起来特别焊一些小元件就更加精确。新手朋友们在使用电烙铁的时候，一般分为2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电烙铁头啊，无论怎么弄，这个锡呢它始终就化不开。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锡化开了以后呢，假如想焊这个电线或者是一些电子元件上面这个引脚呢，它就是不沾锡。出现这2种情况呢，先分享一下这第一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般呢都是这个烙铁头上面氧化引起的这种情况。出现氧化后呢，我们就需要烙铁头呢给它先解决一下，就是呢先找一块这个废旧的板子，然后呢蘸点松香，上点焊锡，在这个上面呢多摩擦几下。其实呢多摩擦几下之后，就可以把烙铁头上面这个氧化层给它磨掉，磨掉以后才能更好的沾锡。就这样磨完以后啊就可以沾锡了，看到没有？沾锡了之后呢，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焊接个导线来试一下。首先焊导线的时候呢，这个导线呢先剥出一个线皮，然后呢给它先剪掉一截，不需要太长，留一部分就可以了，就留这么多就可以了。在焊之前呢，首先啊先给这个线上面先来点松香或者是来点焊油，然后呢在这上面给它来点焊锡。 OK， 看一下，就这样先来点焊锡，然后呢在需要焊接的这个板子上面呢也是一样，焊之前呢先给它来点松香，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往上面焊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容易。看一下，这样呢直接一下子就上去了，看到没有？焊的还非常的饱满，然后呢粘的也非常的牢固。看一下，如果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线啊，先给它剥个外皮，给大家再说一下。好，我们剥开外皮，先看一下，还有一些情况，电线或者一些电子元件它不往上面沾锡，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都是上面这个电线外表它氧化引起的。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把这个氧化层给它处理掉，找个把这铁片或者刀片给它刮一下，把这氧化层都给它刮完以后，然后呢再接着第二步操作，然后呢就是蘸点松香上焊锡，这样就很容易上，看到没有？直接就上去焊锡了，这样在焊的时候就非常的容易了。好，现在呢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焊接电线。首先还是一样啊，先把这电线头给它蘸点松香，上点焊锡。选择焊锡的时候呢，如果焊一些小元件的情况下，尽量的选择这个焊锡丝呢让它稍微细一点。焊接大元件的情况下，可以用粗的焊锡丝。我用的这个焊锡丝呢是 0.5 的，非常细。因为我经常焊接一些小的元件，两头呢都给它上了焊锡以后啊，然后呢我们再往上面焊。
焊的时候呢，首先在电烙铁头上面来点焊锡，然后开始往里面焊。OK， 看一下，现在呢就是直接一下子就焊上去了，是吧？这样焊上去的还是非常的牢固。今天才知道，原来内六角扳手还有2个隐藏的功能，每个呢都非常的实用。今天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看啊，当我们用内六角拆螺丝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假如呢想拆这个螺丝，当我们把这内六角呢放进去以后呢，发现啊这个根本卡不住，内六角的扳手呢太小了，但是呢我这个呢已经是最大号了，放进去啊还是不能使用。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啊把这个内六角扳手呢可以呢给它组合起来来使用。我们来看，首先呢先给它放进去一个，然后呢这边还有缝隙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找一个和这个缝隙大小一样的另外一个内六角扳手，给它塞到这个里面去。我们把这2个呢同时给它塞进去。好，塞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这样在拧的时候呢，就可以啊很轻松把这螺丝拆下来了。看一下，这样扭矩还是非常大的，无论是拆或者是装，都能很轻松的拆卸螺丝。看，非常的好用是吧？这个方法。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假如呢这个螺丝比刚才的还要大一点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缝隙就更大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用这2个呢就没有办法用了，卡不住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的给它拿出来，然后呢找一个大小和它一样合适的，就是和这缝隙一样合适的，用另外一个内六角扳手给它一块塞进去。塞进去以后啊，我们来看，这样呢也可以轻松的拧这个稍微大点的螺丝，是吧？如果这个更大点的螺丝拆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啊如果2个卡不住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呢给它多塞一个，也可以啊塞3个，也可以拆这样的螺丝。因为啊没有同样大小的规格的内六角扳手，所以呢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拆这种螺丝。这个呢就是内六角扳手它的第一个妙用。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2个妙用。首先我们把这个先拿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出的这些内六角扳手呢，一般啊在另外这一头这部分呢都是有一个这样形状的，类似于和球头一样的。我们看就这样的，厂家设计它呢是有原因的，不是平白无故来设计的。其实呢它也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啊当我们拆螺丝的时候，首先还是一样啊，拿一条螺丝，因为这个扳手和螺丝大小型号一样，拆的时候呢一般啊都是用这头拆是吧？放进去后，因为啊这样不能来回，没有间隙不能活动，在一些特殊场合，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狭小空间的时候，假如这个螺丝上面呢挡着一个东西，我们在拆的时候呢就只能这个扳手呢斜着放进去，这样放是肯定放不进去的，所以说呢就可以用这头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头呢就可以放进去，这样斜着来拆。看一下，无论是这样放还是这样放还是这样放，都是可以轻松的把这个螺丝拆下来。我们来测试啊，看这样一拧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螺丝给拧下来了，是吧？可以斜着来使用。这个呢就是内六角扳手它的第2个妙用。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只需要在充电器上面给它接上2条线，就可以变成是一个电焊机，像铜、铁、铝、不锈钢都可以来焊。平时家里的不锈钢啊或者其他的金属小东西啊，如果坏了，我们用它来焊还是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简单。你来看，这是一个12伏的电源适配器。平时呢如果家里啊有这种笔记本电脑上面用的这种电源适配器也是可以使用的。它的制作方法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电源适配器上面的插头给它找出来。如果这个适配器我们不需要用它了，我们可以啊用剪刀给它剪掉，不要它了。如果我们还想用的话，我们就可以啊把这个插头给它留着，然后呢只需要给它接上2条线就可以了。我们来看，首先呢先找一条黑色的线，我们把它接在这个插头旁边，就是周围这个金属这个上面，接上2条线，这是一条黑色的线。然后呢我们再找一条另外的线，把它接在中间这个位置，把它插进去就行。你们看，插进去以后，然后呢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个线上面给它接上2个夹子，这样呢使用的时候会更方便。你来看，只需要接上2个夹子，1条线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边这个线头给它先缠一下胶带，缠好以后，你来看，就是这样子的。接下来再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找一个电池就可以了，废旧的电池，我们把它拆开，只需要里边的一个碳棒就可以。把这个碳棒拔出来以后啊，我们用这个红色的夹子给它夹上。然后呢，给大家先来演示一下焊接这个不锈钢，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洞啊给它补住。你来看，焊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黑色的夹子把它夹在被焊的物体上面。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焊接不锈钢的效果。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你来看，和普通电焊剂使用都是一样的，只需要往上面点就行了。我们看，你看一下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看一下焊完以后的效果，你来看，把这个洞给补住了，是不是？而且呢，也非常的牢固。你看这个里边它也不漏，用它呢焊一些小东西啊，焊一些不锈钢，非常的好用。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螺丝刀，它还有2个隐藏的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先看一下，无论是这种1字的螺丝刀，还是这种10字的，它们的每个手柄上面，我们看一下都有一个这样的圆孔。其实呢，厂家设计这个螺丝刀呢，这个圆孔并不是说为了美观而设计的，其实呢，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重要的功能。今天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特别是第2种，它的功能最实用、最好用。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螺丝刀这个第一个妙用。首先我们看啊，这边这个螺丝呢是一个内六角的，然后呢，我们找一个内六角这个扳手给它放进去啊，正合适。然后呢，我们拆它的时候，因为这个螺丝啊非常的紧，我们这样拆不下来怎么办呢？因为啊这个扳手啊这一节比较短，所以说我们用再大的力也很不容易把它能拆下来。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螺丝刀上面这个孔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好，放进去之后，然后呢我们这样再用力就能很轻松的把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这个原理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吧？非常简单，是不是？就是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是它的第一个好用的方法。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2个妙用。我们拆这种不容易拆的螺丝啊，就是怎么拆也拆不掉的螺丝的时候，我们呢就不要硬拆了。如果硬拆呢，就会把螺丝上面这个十字花给它弄坏，然后呢就更不好拆了。引起弄坏十字花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螺丝刀的时候，没有特别用力的往里面按，就直接拧了。所以说这样直接拧的情况下，就会把这花给弄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在拆螺丝的时候就需要用到上面这个孔了，它呢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螺丝给拆掉。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拆一些大点的螺丝的时候，如果这个拧这个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到这个孔了。我们拆这种螺丝的时候，首先呢，先把这个螺丝刀对准这个螺丝之后，然后呢用锤子这样敲击，先把这个螺丝呢给它震松了之后，然后呢我们一只手要用力的推住这个螺丝刀，然后呢需要找另外一个螺丝刀把它插在螺丝刀这个孔里面。插进去之后呢，我们看一只手用力推下去，另外一只手呢，我们给它逆时针这样旋转，就能很快的把上面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这个呢就是螺丝刀它的上面这个孔第2个妙用。我们看一下，很轻松就可以把上面这个螺丝拆下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我们拧这个螺丝的时候拧得非常的紧，我们在用力的过程中这儿老是手滑抓不住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另外这个螺丝刀给它穿在里面去，然后呢我们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螺丝给它能拆下来。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呢？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的，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